这武器也太难收了，我都氪了1万了，连个毛都没看到，这狗运营。就是现在！我操！欧皇，浩哥牛逼！快带我一把，给我打一发！别急，一个一个来，一人一发。前段时间我偶然觉醒了一个能力，但凡拼概率、纯看脸的事儿，只要我卡着倒计时结束的瞬间出手，再小的概率也能必中。爸妈，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打游戏打得昏天黑地，连爸妈来了都不知道。我和你爸在外面累死累活，你倒好，天天窝在家里玩游戏。隔壁老刘家儿子跟你同岁，上个月都升职买房结婚了。你妹妹比你小3岁，每个月都往家里打钱。你呢？打算就这么烂在家里一辈子吗？阿浩，妈也想让你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你总得为自己以后着想啊。欧皇，游戏里再风光，现实里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出去找份工作。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对不住了，会长，我要退游了。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千万别退会。你走了，我以后抽奖连个屁都抽不出来。我爸妈嫌我在家待太久，让我找个班上。就这，直接来我公司上班不就行了？你小子人靠谱，讲义气，工会里的破事你没少帮我扛，就当还你。会长，别跟我开玩笑了。我闲得慌跟你开这玩笑。不会是不正经的公司拉到缅北嘎腰子这种吧？方焕投资，这不是现在最牛叉的投资公司吗？我去，真的假的？这是哪儿来的废纸？方焕投资可是国内顶流千亿私募，金融圈的圣殿。那些清北的尖子生削尖脑袋都挤不进来的地方，金融精英必备的证书一个都没有，工作经验也是空白。这玩意儿扔碎纸机碎了都嫌弄脏了我的进口设备。王经理，这份简历是董事长办公室直接发过来的。什么？董事长最恨裙带关系，去年元老的外甥都被他怼回去了，现在居然亲自发这份简历，这哪是简历，这是圣旨啊！王经理，董事长那边没说安排去哪个部门，就直接发过来了。让他进核心部门，这履历肯定得炸锅。流放到边缘部门，又怕委屈了这位贵人。有了，安排去交易部，从交易助理做起。可交易部是核心部门，那边怕是有意见。有意见让他们憋着，这可是董事长亲自关照的人。而且交易助理就是个打杂的，既给足了董事长面子，又不会让这位祖宗捅出什么篓子，完美。对了，你跑一趟，把简历给我捡回来。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能让董事长破这么大的例？金融相关的工作没做过，正经班也没上过，就连最基础的模拟交易你也没接触过。都没干过，但是我可以学。好家伙，真是开了眼了，这完全是硬塞了个小白板进来啊！人事部干什么吃的？等等，这不会是哪家太子爷进来镀金的吧？还是先给他供着，可别出什么岔子。李慧林，经理，您找我。这位是新来的苏浩，以后他就是咱们部门的交易助理了。你带带他，让他尽快熟悉工作流程。好的，经理，我明白了。苏浩是吧？跟我来吧。咱们交易部的工作强度在全公司都是出了名的大。之前来的新人助理，基本没有能扛过3个月的。对了，苏浩，你这么年轻就能进公司，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清北还是藤校？我是专科毕业的。哦，
原来是专……什么？专科？该不会是走后门进来的吧？不说这个了，我先来教你模拟交易的操作流程吧。模拟交易的数据也会成为新人考核的核心指标。如果模拟交易做得好，就可以成为正式交易员了。我先来教你下单。哎，你干什么？苏浩，我话还没讲完，你怎么直接买入了？完了完了，上班第一天还没开始干活呢，就闯大祸了。这是 ST 股，一片绿啊！你居然全部梭哈了，到底懂不懂？那现在该怎么办？还好这只是模拟盘，不是真金白银。要是实盘，你敢这样瞎搞，经理能直接把你从窗户扔出去。还好，我还真的以为让公司赔钱了。问题是，我们进行的模拟交易是要计入新人考核的。不过没关系，我去跟经理说一声，就说这次是操作失误，不计入考核。谢谢慧玲姐。怎么回事？难道我游戏里的欧皇体质不只能爆装备，连现实里的股票都能操控？满仓、跌停价、买入 ST 股票，这3个操作，但凡有一个出现在实盘里，我今天就得把他从窗户扔过去。哼，看来这小子真的是来镀金的。算了，反正是模拟盘，随他玩吧。好，我知道了。考核方面你不用担心，苏浩那边还要麻烦你继续照顾。谢谢经理。怎么还不回来？不会进了黑心工厂吧？哼，也该让他去磨砺磨砺了，让他知道挣钱有多辛苦。傻孩子，到底去哪儿上班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方焕投资！傻孩子，你是不是被骗了？那么大个公司，你怎么可能进得去啊？妈，虽然进去的方式有些离谱，但是我真的在那里上班了。不多说了，我得赶紧吃完饭学股市操盘的东西了。爸信你。爸妈，我说的都是真的。傻孩子，妈就是害怕你走歪路。来，上班费脑子，多吃点肉补补。我就知道我的娃儿肯定有出息。我一定要好好干，不只是为爸妈，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明天一早，我就去验证我的金手指是不是对股票也有用。可以啊，好，卡点大王，再晚1分钟，你这个月全勤就没了。昨天学习学得太晚了，对不起啊，慧玲姐，我明天肯定早点到。没事儿，有你慧玲姐罩着，迟到2分钟也给你兜住。对了，昨天的模拟盘你看了吗？没有，昨天太忙，我都忘了。没事儿，让慧玲姐来指导你操作，把亏损都给补回来。四中润竟然涨停了！这只股票是公认的垃圾股，从来没有涨停过。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它要涨？怎么可能呢？我靠，真的涨了！我的欧皇能力对股票真的有用。苏浩，你来一下，我有事要和你单独谈谈。来，坐，不要拘谨。这几天的工作感觉怎么样？挺好的，谢谢经理关心。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去问过人事部经理了，你是董事长亲自吩咐过，直接空降到我这里来的。我这个人不爱打听别人的私事儿，但我还是想问你一句：你是董事长的亲戚？不是。那为什么董事长会安排你这个新人进入到我这个核心部门？
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因为给董事长报装备才进来的，岂不是要炸锅？抱歉，这我不能说。行，既然你不说，那我也不再追问了。但是，昨天你买的 ST 中润又是怎么回事？那个，只是运气好而已。你昨天一天就完成了大部分交易员1个月的指标，你说是运气好？恕我直言，你是不是掌握到了我们这个层面接触不到的路上？我对这个行业一窍不通，就算风口吹到我脸上，我都不知道往哪儿跑。哟呵，装深沉，哼，看来真如我想的那样，这小子是董事长请来的高手。不说就算了，我也不为难你。能在残酷的市场上存活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箱底本事。算我多嘴。你是关系户的消息早晚会传开，免不了有人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你。但只要你拿出真本事，所有人的看法自然会改变。行了，你出去吧。我还以为老板塞了个镀金的关系户进来，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是个真神。满仓梭他跌停板，这份果决和胆量，公司这次绝对捡到宝了。阿浩，早会分析的都是当今股市的主流热点，你可要竖起耳朵认真听，都是干货。上一次没把他看好，这次千万不能搞砸了。如果经理怪罪下来，我只能当个端茶倒水的丫鬟了。目前市场的焦点全集中在新能源板块，你们有什么看法？自近期几起新能源汽车焚毁事件后，电池的核心材料之一的镍价暴跌45%，导致企业库存减值风险增加，产能过剩也很严重，可能会进入过剩周期，引发价格战。我们建议策略是买跌做空新能源股。说的什么玩意儿？全都听不懂啊！既然会上说新能源是热点，那就从这里面挑一只股票买入吧。我去，一片绿啊！全在跌，狗都不买。倒计时又出现了，可是特林美也太绿了吧！不管了，反正只是模拟，买。经理，您今天这操作太漂亮了，这行情还能赚，全公司也就您能做到了。其他人呢？哀鸿遍野，损失惨重。这个鬼样子，怕是没一个部门能完成这个月的目标指数了。经理，还有1周多的时间，说不定最后关头能冲一把。冲什么冲？现在这情形，只要不亏或者少亏就是胜利。你去通知所有人，让他们5分钟后在会议室集合。也不知道苏浩这小子情况怎样。格林美居然又是全仓买入，不是他到底几个意思？只是运气好而已。难道真的只是运气好？是我脑补太多了。看来真的只是个来镀金的关系户。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阿浩，今天交易的怎么样？也就那样吧。苏浩，你到底在搞什么？慧玲姐，我是不是特别离谱啊？苏浩，投资最重要的是分散风险。你上次手滑，情有可原。结果你这次又给我满仓缩币了。慧玲姐，你今天的收益怎么样？一定赚翻了吧？那是自然，
本小姐出马，当然是手到擒来。我今天的收益率足足高达2%，就这个鬼跌的行情，达到这个收益率，咱们交易部除了我就没有别人了。哇，慧玲姐你也太厉害了，这次一定能顺利成为正式交易员。苏浩、李慧玲，你们俩是不是闲得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嬉皮笑脸，还不快去准备资料？是。阿浩，你别往心里去，今天大盘跌得太狠了，不只是梁海源，整个部门的人都在亏，心情都不好。哼，自己亏了就拿同事撒气，哪有这样的道理？人家是正式交易员，给我们穿小鞋，简简单单。努力吧，苏浩，争取早日成为正式交易员。千岛那帮官僚脑子被驴踢了，搞这么大的动作，半点风声都不漏，这是想干嘛？这样一来，电池板块的股价肯定会疯涨。我们为了追利润，已经提前布局了大量空单持仓，这一下全完了。那些手里有镍矿储备的公司都整理出来了吗？还没有。不过我听到小道消息，我们国家镍矿储备量最大的公司只有一个。你是说特林美？对，就是特林美。特林美的股价怕是要直接起飞了。苏浩早上全仓的不就是特林美吗？真是扮猪吃老虎来的。他难道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是了，一定是了，不然他怎么敢在全绿的行情里做他一只全跌的股票？这哪是运气，这是未卜先知啊！继续开会。什么情况？难道今天的股市提前开盘了？苏浩，你可来了！昨晚出了件大事，千岛政府要把国内的镍矿产量直接削减30%。这事儿很大吗？当然大了，千岛国这么一搞，那些手里握有大量镍资源的公司绝对会一飞冲天。我们先前的布局是在电池股上建立空头的仓位，这完全跟现在的市场反着走，那损失简直不敢想。等等，我昨天模拟盘梭哈的特林美，不就是做镍资源的电池概念股吗？财神爷，我们买的是跌，一定要跌啊，跌了才能赚钱。快看，涨了，真的涨了！啊，还在涨！我操，疯了吧？这都要涨上天了！这到底要涨到哪里去？停下，快停下呀！再涨，我们这个季度的利润全没了。经理，电池股几乎全线飘红，咱们要亏麻了！你们快看，特林美上涨10%！我靠，这怎么可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小子手眼通天，在千岛国政府里安插了内线？还有，他真的是董事长安插进来的顶尖人才吗？但根据我的背调，他确实只是一个大专生。要不要直接过去问问？算了，这小子滑溜得很，肯定什么都不会说。不管怎样，苏浩绝对不能一直端茶倒水，我要亲自出马，让这颗埋在沙里的金子大放光彩。周经理这反应不对呀。慧玲姐，经理刚才瞪了我一眼，我不会有事吧？这种天崩地裂的日子，经理杀人的心都有了，瞪你也算轻的。这么严重？嘘，小声点。唉，等我们熬成正式交易身，就不用看别人脸色了。对了，我的模拟盘还没看呢。啊，完了，全在涨，这下亏麻了。居然赚了这么多！苏浩，你也亏了，让我看你亏了多少，让你慧玲姐开心开心。没事儿，反正是模拟盘，就当练手了。你买的特林美赚了50万！都跟你说了，让你别看了嘛。我真是蠢到家了，竟然对着你这种投资天才卖弄那些浅薄的知识，你心里一定在笑话我，对不对？真没有啊，慧玲姐。苏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前辈。慧玲姐啊，你饶了我吧，别闹了，被别人听见多不好，还以为我们在玩什么奇怪的游戏呢。烂摊子都快兜不住了，你不去盯着，跑我这儿来干什么？李总，我想把我们部门的一个新人提拔为正式交易员。这个新人够资格了吗？刚入职没多久。
刚入职没多久。等，你说的该不会是董事长硬塞进来的太子爷吧？周易啊，周易，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趋炎附势了？为了讨好董事长，连公司的规矩都不要了？你误会了，这小子实际上是个百年难遇的投资奇才。奇才？是你脑子昏了，还是我耳朵出问题了？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李总，请看，这是苏浩的战绩。什么？近期市场出现的2大妖股，都是那个太子苏浩自己选中的？您亲口说过，一次的成功可能是运气，但连续2次在关键时刻踩中正确的节点，那就不是简单的运气那么简单了。可是，万一这小子把公司裤衩都赔进去了，怎么办？他是董事长塞进来的人，如果出了事，董事长会亲自出马妥善解决的，不是吗？行，那就给他一个机会吧。我倒要看看他能在股市翻出什么样的浪花来。电池板块那摊子烂事儿总算是处理好了，能及时止损，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今天说什么都得让苏浩那小子陪我多开几句。不过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进。董事长，是关于苏浩的事。文件都递到我这里来了，这小子不会闯大祸了吧？胡闹！苏浩才刚入职就直接提拔成正式交易员，这帮玩意儿脑子被驴踢了！不对，周易和李健都知道苏浩是我塞进来的人，怎么会来这一出？莫非是不好处理，所以来故意试探我的态度？董事长，那您的意思是？算了，随他们去吧。啊，真让他晋升成正式交易员？没事儿，周易和李健心里都有数，顶多给他点额度，小打小闹而已。行了，你先去安排吧。正好等他把额度全部赔光，垂头丧气，我再闪亮登场，把赔的全赚回来，让他好好看看我这个会长大哥的英爽形象。嘿嘿，这才是会长该有的风范。前段时间几个高级交易员离职了，上面决定解散一个团队，这2位就是从那个团队调过来的交易助理。经理，不是说还会有新的正式交易师过来吗？的确，不过不是外调，而是从我们现有的交易助理里直接提拔。苏浩、李慧莲，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交易员了。还有我的事儿？我居然成正式交易员了，这也太突然了，我连 K 线都认不准啊！经理，您说什么？李慧莲是有点资历，但这苏浩才来几天，凭什么提拔的这么快？这么决定自然是有道理的。这几天的模拟投资里，苏浩的收益率是我们团队里最高的。可模拟与实战是2码事儿。够了，这是已经决定的事儿，轮不到你来说。你们的工位已经布置好了，接下来好好学，好好干，别让我失望。是，经理。感觉怎么样？这可比我原来的配置好多了。对了，慧玲姐，经理刚才提到了高级交易员，难道交易员之间还分等级？那当然了，等级低的交易员能调动的资金少，就算收益再好，提成也有限。反过来，那些顶级交易员，哪怕只是小赚一笔，到手的提成也极为恐怖。太好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懂，资金少点，公司也能少亏一点，正好先让我练练手。不过我们虽然是初级交易员，但能动用的资金也有100万呢。什么？100万？阿浩，别紧张，就跟模拟一样。慧玲姐，你的腿好像在抖。如果会长知道我成为正式交易员了，恐怕会惊讶的跳起来吧。苏浩、李慧莲，公司亏损严重，你们还有闲情聊天？经理提拔你们，你们就应该推辞，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要是你们2个拖了团队的后腿，搞砸了团队的绩效，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现在去找经理辞职还来得及，交易员可不是什么臭鱼烂虾都当得上的。梁海源，你别太过分！你说什么？一个刚转正的菜鸟，也配跟我这么说话？那又如何？交易员只看业绩，不看资历，谁拖后腿还不一定。好，你有种！真拖垮部门的年终奖，我们让你夹着尾巴，像条丧家犬一样滚出公司！苏浩，你何必得罪一个老资历呢？他针对我也就算了，凭什么连你也欺负？你每天那么努力，凭什么要受他的气？哟，你这是在关心我？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德行。没关系的，职场哪有不挨骂的？可我万一真搞砸了该怎么办啊？怎么可能搞砸？
我可是拥有常人没有的超能力啊！到时候前辈一定要施以援手啊！我的慧琳姐，你可别折杀我了。我不管，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帮，一定帮，不帮都对不起慧琳姐对我的教导。经理到底吃错了什么药，把那2个菜鸟直接转正？尤其是那个苏浩，还敢顶撞我，要是搞砸了，我绝对饶不了这个废物。哟，这不是老梁吗？火气这么大，让我猜猜，是因为苏浩？要看笑话就赶紧滚！果然是这样，你还不知道吧？知道什么？人事部的朋友偷偷告诉我，那个苏浩可是董事长的亲戚。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他会被破格任命了吧？那我刚才岂不是把皇亲国戚给训斥了一遍？你胆子真大，到时候血别溅我身上，你自求多福吧。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奇怪，就这么干看着什么都不做，他到底在等什么？果然是高手，我越来越看不懂了。真是期待你能创造出怎样的收益。我靠，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金手指怎么还没出现？我求你了，快来救命啊！你怎么这副样子？别提了，我今天上午亏了2%，被风险部门强制停止交易了。2%不算特别多吧？像我们这些新手，亏损2%就可能被亮红灯了。一些老资历也只能容忍到5%。平时我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一旦真刀真枪的实干，就亏得一塌糊涂。苏浩，我是不是很没用啊？没事的，慧琳姐，谁也不可能保证第一天就完美无缺。明天发倍赚回来就是了。谢谢你啊，苏浩。对了，你今天的战绩怎么样？苏浩，你该不会到现在一笔交易都没做吧？说着要帮慧琳姐，还没过多久就在慧琳姐面前丢脸了。苏浩，你果然是真正的投资高手。啥？我怎么就成高手了？我听说在股市里，真正厉害的人不动如山就是赚。阿浩，你果然是真正的高手。好家伙，这也能圆回来！果然，当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自有大儒为我辩经。我与你的差距简直是天上地下。不行，我得赶紧回去复盘，今天一定要把亏损的原因找出来，向你学习。什么错空、对冲、比例，我这点知识储备理解起来艰难晦险，还是相信我的倒计时吧。来了，终于来了。那么，梭哈，等等，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进行分散投资，避免投资失败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那就分成3份，买入3只股票，应该差不多了吧？今天这行情简直跟疯狗一样，一天的努力全白费了。终于收盘了，憋死我了，心脏快受不了了。苏浩啊，那个最近行情不好，大家伙心里都憋了一团火，我情绪失控了，你能理解吧？奇怪，这家伙态度不是极其恶劣吗？难道真的是因为情绪失控？算了，伸手不打笑脸人。没事，理解。我就知道你是个爽快人。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好好相处，互帮互助。今天市场这个鬼样子，你损失应该不小吧？我听说李慧玲直接被叫停了。没事，有哥在，以后哥帮你们。加8%？什么？8%？
今天还有人赚钱？不可能吧？大盘都跌了3个点了。真的是8%，没有 P 图痕迹。苏浩，这是你的账户吗？你没搞错吧？是啊，运气好，最后收盘前拉升了一波，今天侥幸没亏钱。这叫没亏？这分明是大赚特赚，好不好？怪物，这绝对是怪物！我居然还骂他是废物，我真是个小丑。8%，别说我们交易一部，就算是整个方焕投资的交易员，能达到苏浩这个收益的，恐怕一个也没有。而且，他还是在全线股票下跌的情况下，精准地挑选出上涨的股票，并且全仓买入，真是神了！这家伙完全没有理性选择，也不遵循市场规律。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堆暴跌的股票里选一只梭哈。周毅，你今天还好吧？好个屁！听说今天强制平空了不少人。是啊，那个新人李慧林也被停止了交易，希望不要让他留下心理阴影。市场就是这么残酷，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行情，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他们的造化了。说吧，你特意来我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们组里有个叫苏浩的新人，在这行情下，居然全仓买入3只股票，盈利了8%。这小子风格就是这样，喜欢梭趴买入的豪赌式投资，但是他的操作没有一点风险管控，我实在不知道他是胆大包天，还是连最基本的股市常识都不懂。他不是不懂，相反，他比你我更清楚。你来找我，是想让我警告那小子收敛一点，是吧？他不是不懂，相反，他比你我更清楚。你来找我，是想让我警告那小子收敛一点，是吧？这小子风格就是这样，喜欢豪赌式的投资。完全不用管他。如果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回去问问你们老大，他会告诉你答案的。从明天起，苏浩的操作资金上涨到500万。哎，苏浩，来这么早啊？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前2天还像条疯狗一样乱咬人，今儿怎么笑得这么浅蓝？习惯了早到。苏哥果然是我们部门的标杆啊！我以后得多向你学习。对了，你昨天的收益率在所有部门里拔得头筹，我们部门现在腰杆都硬朗多了。苏浩，这是今天研究部刚出的资料。他居然为我卑躬屈膝的去干交易助理的活，难道他知道我是会长塞进来的了？苏浩，早啊。慧玲姐，你的脸色怎么回事？昨天担心的一夜没睡，要是业绩一直这么负下去，就要解约走人了。这才第1天嘛。不开早会，我哪知道今天热点股票是什么？这花花绿绿的研究报告，我哪看得懂啊？只能求助慧玲姐了。今天没有会，要不我们自己讨论一下？你是在担心我收益率上不去，所以想要帮帮我吗？好啊，一起讨论，效率更高。之前黄金板块不是回调了吗？可以多关注下。慧玲姐，如果我买了黄金股票，之前你说的做空对冲是怎么做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他不知道？不对，他肯定是在考验我专业知识。买入黄金股票后，在合适的位置算好比例，做空黄金期货或者看跌期权就行了。买就买黄金期货。阿浩，这可是期货啊，有可能1天之内全部赔光的。你居然把100万全部梭哈了！等等，不是100万，是500万！
怎么回事？难道是经理上调了我的交易额？那可是500万啊！如果搞砸了，公司肯定会让你赔偿的。你咋这么愣啊？我有金手指，怎么可能会赔？怎么又出现了？我的子弹已经打光了。等等，我刚才看的是卖出键，难道……没事，阿浩，及时止损，总比全赔了好。还好，再晚1毫秒就炸了。竟然赚了！苏浩，你是怎么知道它要涨的？慧玲姐，又来，还是这只黄金期货。阿浩，你还来，这是没完了！买入卖出，买入卖出，救命啊！又是鬼哭狼嚎的一天。老张，今天才亏损1%，再给我个机会行不行？求你了，如果再没有进项，这个月我就要卷铺盖走人了。我知道了，今天盘面不好，别上头了，冷静冷静，对大家都好。姓张的，你把我交易额给停了。你今天已经亏损4%，按规矩必须停。我们这些老资历不是能容忍到5%吗？给个面子行不行啊？我也没办法，职责所在。要是不给你们停了，走的就是我了。这啥呀？这是不仅砸了500万，还在买入卖出之间反复横跳。我去，这是哪里来的疯子？这种自杀式的打法简直闻所未闻，必须给他停止交易。等等，苏浩，这个皇亲国戚，我还是别管他了，只有期待他别把500万亏光吧。苦也。公司做大了，越来越忙了。对了，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苏浩那小子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那小子肯定亏钱了吧？这点钱就当给他上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了。这小子玩呢，哪有这么炒期货的？瞎胡闹！回头得让周易敲打敲打他。今日收益率40%，系统注错了。喂，给我查一下系统。什么？系统正常？给我查，仔细查。什么？已经查了3遍了。单日40%收益率，就算是我也没有这个本事啊！不对呀，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应该是这小子亏了钱，我再杀出来救场，给他展示带头大哥的英勇不凡吗？会不会只是运气好？我去，这不是运气，这小子未卜先知啊！张秘书，立即通知苏浩的相关负责人来我办公室开会。这小子到底是什么路数？刚清仓又杀了回来，他是看着秒表掐点交易的吗？他到底有什么独门秘教？完全看不出章法来啊！这学个屁呀！我操，还在涨，15%、20%、25%，他居然把风险极高的期货给硬生生的干出40%的收益来，这是人吗？怕是印钞机转世吧？终于停了。这就不干了，还没收盘呢，操作我还没看够呢。我去，连下跌都能精准预判，他是开了天眼吗？周经理，你怎么跪在地上？我脚滑了。周易经理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神神叨叨。让我看看你这一通神操作赚了多少？40%。我前段时间在公司里塞了个人，我知道你们觉得他是个关系户，心里不待见，这很正常。但令我意外的是，居然有人胆大到给一个刚来没多久的新人500万的操作资金。开什么玩笑？这谁干的？
脑子进水了吗？他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老刘，稍安勿躁，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就是单纯的有点好奇。周毅，我们家苏浩好像是你的下属。我们家苏浩，这称呼挺亲昵的啊，关系怕是比我想的还要好许多。你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看八成是想在您面前溜须拍马。绝对不是，我是看中了他的潜力，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资天才。说的跟真的一样，我不信他一天能为公司赚回5%的收入，远远不止5%。哼，吹，继续吹，我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他入职第一天，日收益率8%，而今天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0%。你糊弄鬼呢？是啊，简直太匪夷所思了。我入行30年。还从来没听过有人能一天赚40%。董事长，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是真的。这怎么可能？他是凭借黄金期货剧烈变动的机会，反复买卖搞出来的。什么？还有这种操作？他的操作，我敢打包票，在场所有人，包括董事长，都看不懂。但是他从来没有亏过1分钱，反而为公司大赚特赚。所以不是我想要溜须拍马，而是董事长慧眼识珠。现在就算是我说出我是因为游戏才把苏浩安插进来的，恐怕他们也不会相信吧。老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董事长，周5就是我们这个考核周期的结算日了，不如期间再观察观察。如果真能保持这个势头，那公司应该毫不犹豫地动用一切资源，把他牢牢留在公司。你们有谁持反对意见？好，那就这么定了。如果苏浩能保持，我就把他提拔为投资经理。你们业绩达标了吗？达标？这行情跟死了一样，不亏到姥姥家就烧高香了。阿浩，真的多亏了你，不然我这个月的业绩也是负数了。我真想给你拜一拜。使不得啊，慧玲姐，让人看见多尴尬。这有什么？要让他们知道你这月赚了多少，能直接跪诚意排球拜师。现公布本月交易部最佳业绩团队。什么？这俩行情，居然还有部门完成了业绩？哪个神仙团队这么猛？月度最佳团队交易一部。什么？居然是我们部门？不可能啊！你们谁背着我们偷偷赚钱了？赶紧站出来！月度最佳交易员苏浩，5天时间盈利80%。什么？盈利80%？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就算是董事长，也没这本事啊！苏浩，他是投资之神下凡吧？苏浩，你可真是我们部门的救世主啊！我不仅不用卷铺盖走人，奖金也有着落了。之前我说你牛叉，完全是迫于董事长的淫威，但现在我梁海源为您马首是瞻，命都给你了。行了行了，苏浩这几天心力消耗太大，你们别来烦他了，让他多休息一下吧。对，浩哥您休息，我们不打扰了。怎么样？我就说他们恨不得给你跪下来吧。这也太狂热了。好了，我也要去工作了。你业绩这么好，摸摸鱼休息一下也没什么。发工资了，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我长这么大连1万块都没见过。手机来电。喂，黄总啊，不，黄哥，你简直是我亲哥！100万，这也太离谱了吧！这都是你凭本事赚的提成，1分不多。行了，先不说这个，有空我们聚一聚。我有点事儿，想找你聊聊。本来想着带你去吃顿日料法餐，让你体验下上流社会的生活。哎，黄哥，我还不知道您的口味，啤酒配烧烤才是您的最爱。还是你小子懂我，走一个。阿浩啊，你小子是不是有一套独特的投资方法？算是吧，我能有什么方法？全凭倒计时开挂。你的投资方法我就不问了，这种神仙的手段问了我也听不懂。我这个人最看重能力，我想让你当团队负责人。啊，
有能力的人就应该狠狠捧。团队负责人，您是让我带一个团队？那不然呢？反正你在游戏里也经常指挥，带个交易团队还不是手到擒来？这好像是两码事儿。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定策略、带队伍、拿结果。到了经理这个级别，就算进入公司高层了，你的提成可以从20%涨到30%。你能动用的资金直接涨到5000万。黄哥，我真的行吗？我刚入职没多久，连份像样的简历都没有。简历能当饭吃，在实力面前屁都不是。怎么样，干不干？我有倒计时，怕个毛啊！干就完了。干了！哈哈哈哈哈！好，这才是我看中的人。来，咱走一个苏浩经理。苏浩经理，等你好久了。我早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早晚能飞黄腾达。还要多谢王哥的提携。严重了，严重了！我可不知道你有这份本事。以后我们可要多亲近亲近。好好干。我也有独立的办公室了。差点忘了，还没跟我的团队成员认识呢。梁海源居然也调过来了，慧玲姐也在，太好了！苏经理，我能进来吗？请进。那个慧玲姐，以后别叫我苏经理了，听着怪怪的，还是叫我阿浩吧。我也叫不习惯呢。恭喜你呢，阿浩。对了，这是今天的研究资料。您时间紧的话，看我重点标注的内容就足够应付会议了。谢谢你啊，慧玲姐，总是这么贴心。那您先看看，我去做点准备，会议上再见啦。经理，之前 A 股持续低迷，现在国家大力扶持。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全仓进场，吃这一波大涨行情。对，大盘持续上涨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可以考虑做短线，快进快出。进场越快越好，晚了连汤都喝不上。现在不光是我们公司内部，外边的投资专家、分析师都在唱好。听着的确不错，但我的倒计时怎么还没出现？难道是因为这个选择太正确，不需要倒计时的出现？经理，这些全是用来对冲 A 股下跌风险的期权衍生品，也是普遍认为最垃圾的品种。就是他们，现在立刻马上，我们全仓投入。经理，你这是要做空 A 股，跟大盘反着干啊！经理，你认为大家都一致看好的 A 股会急转直下，行情完全反转？这太荒谬了吧！经理，我知道你很厉害，但现在就断言它会跌，错过了，损失惨重啊！行了，我有我自己的考量，听我的。苏经理疯了吧？短剧看多了吧？学着别人逆天而行，确实太离谱了。现在敢说 A 股会大跌的，除了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你们非要在背后议论苏经理？慧莲，你别激动，你摸着良心说说，经理这个决定离不离谱？不离谱。经理从交易助理到经理根本不到1个月。我也选择相信经理，他心中的考量远不是我们这群凡人看得懂的。别人都在捡金子，我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叫什么事儿啊？海源哥，这是苏经理挑选出来的股票，让你们按照这个名单买入。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全是垃圾股！不行，我得找苏浩去。浩哥，咱们真的按这个方案买啊？要不再考虑考虑？公司看的是每个人的独立业绩。如果你坚信自己的判断，也可以不听我的。
你去跟所有人说，这次交易自愿参与，我苏浩不搞一言堂。等等，这次的投资战略是我定的，无论结果如何，所有的责任由我一力承担。我苏浩从没出过错，这次也不会。我苏浩从没出过错，这次也不会出错。我到底在怕什么？他背后有董事长，出了事他能扛。而且，经理什么时候出过错？梁海源啊，梁海源，你有想被他打脸了吗？我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做空。您已触发监想管理，请规范操作。监想管理。去你大爷的风险管理！我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抱紧苏经理的大腿。股市终于回暖了，好久没有这么舒坦了。主管，那个新成立的交易期户很不对劲。那个太子爷的部门，我猜他们又把所有资金全砸在一只股票上玩命豪赌了吧？老套路了。不是简单的豪赌，他们将数额庞大的资金投入到无人问津的垃圾股，并且完全无视了我们的警告。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做空股金技术，大规模容序做空，还买了巨量的看跌期权，疯了！他绝对是疯了！主管，要不要强制停止他们所有的操作？由他去吧。可是现在只有交易期部的账户，是一片绿菜地啊！哟，这不梁海源吗？看来今天行情不错嘛，连你也出来放松了。可不是嘛，现在这个行情，闭着眼都能赚钱，还有什么可操心的？就是想赔钱，比国足进世界杯还难。我昨天到底发什么疯啊？选择听苏浩的，他又不是神，总有出错的时候。等到发年终奖，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数钱了。什么情况？出什么事儿了？证监会突然发布公告，宣布全面限制融资楼建交易。什么？你是说官方亲自下场，用最强硬的手段抑制股市过热？现在股市里涌入的资金都是通过融资融券这种方式借来的钱啊！这么做，股市肯定雪崩。不要怕，这只是技术性调整，快卖啊！能卖多少是多少，再晚一步都亏到姥姥家了。真的像经理说的那样，股市就这么垮了？他到底是怎么预料到的？都愣着干什么？快去检查我们之前买入的空头职位，确认收益啊！啊，对，太好了！苏经理安排给我们的看跌期权，居然真的奇迹般的涨了！哇！苏经理，不，浩哥，他居然真的可以预测这一切，用能让一家企业瞬间破产的天文数字，顶着所有人的质疑，进行豪赌，最后大获全胜，真是打了我们，不，打了全世界的脸。他不是人，简直就是神明。怎么样？我就说听浩哥的准没错吧？是我梁海源鼠目寸光，以后浩哥指哪我打哪。他让我跳火坑，我都不带眨眼的。对，跟着苏经理混，有肉吃。外面好像都炸锅了。苏经理，你太神了！你是不是在证监会里安插了内线，提前得到了消息？内线？开什么国际玩笑？我之前也就是一个啃老族而已，连证监会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老话说得好，
当菜市场的大妈都开始冲进股市的时候，就是泡沫要破碎的时候了。可是，都安静！经理的方法论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够揣测的？都乖乖听指挥。浩哥，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奇怪，倒计时没有出现，难道是时机未到？经理，嘘，别打扰苏经理思考。继续持有。可是我们的利润已经翻了1倍，要不先平仓落袋为安吧？万一又跌回去怎么办？闭嘴！你难道比浩哥还厉害？听浩哥的准没错，不要有多余的思考。还在涨，到底要涨到多少倍啊？老总，已经涨到9倍了，不，10倍了，马上就要爆仓了。交易所刚刚来电话了，让我们立即准备额外的保证金，否则强制平仓。绝对不行！就算让我死，也不能强制平仓。可是老总，我们账上的钱不够啊。钱的事儿，我立刻跟董事会汇报。你现在去把卖出的期权全部平仓，不管价格，一定要快。平不掉，全是买单，没有一个买单。那个神秘买家根本就不卖。这个混蛋，到底要赚多少才肯收手？价格持续高涨，我们每分每秒都在亏损。这个不开眼的王八蛋，存心帮我往死里逼！你们确定先前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洋菜那边的内线都是吃干饭的吗？董事长，我们反复确认过了，完全没有任何消息。证监会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临时起意。会不会是我们的消息渠道出了问题？别的公司说不定早就收到了消息。其他公司也一样倒霉，还有几个体量大的已经宣布破产了。也是，连我们也是两眼一抹黑，更别提他们了。不过董事长，现在市场上流传着一个传闻，这次大跌的前3天，有一家神秘的机构将市面上所有的看跌期权一扫而空。你说什么？竟然有人反其道而行？对，从交易手法来看，是一家机构所为，但具体是哪一家还没有消息。混蛋！我们身为龙头，在消息层面居然被一家不知名机构甩在了身后。可别跟我说他们是靠某种不知名的能力提前知道的，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家躲在阴暗处的老鼠给我挖出来。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动我黄蜂门的奶酪。黄总，其实没必要这么忧虑，那个把市场搅得天翻地覆的神秘买家就是苏浩，那个让全行业都在疯找的幽灵，所有空头都恨得牙痒的多头就是苏浩。对，就是他。经理还是没说什么时候卖吗？也是，现在这涨势，说不定还能继续冲一冲。好紧张，我现在坐立难安，手都在抖。你还算好的，我浑身都在抖。这个盈利数字，比我做这么多年加起来还要多100倍不止。别瞎紧张，浩哥自有安排，咱们踏实的等着就行。慧玲，你说对吧？梁海源，你这态度转变真是比翻书还快。都是浩哥的神仙手段折服了我。现在把我们手中的所有仓位、头寸马上全部清仓。经理，现在账户还赚得正猛呢。是啊，都给老子闭嘴！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有自己的想法了？长脑子就是为了让你们听指挥的。浩哥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执行命令。是，明白。我们马上就卖。赚得真爽啊！要是再晚1天卖，就赚得更多了。你们快看，证监会刚刚宣布，禁止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通过2级市场减持股份。我的妈呀！
这政策一出，原本摇摇欲坠的股市必然会迎来一波报复性的反弹。我们要是不卖出的话，恐怕会亏得裤衩都不剩。我就说了，听浩哥的准没错，你们不要有自己的想法。现在脸被打得啪啪的响吧？大家整理整理战报，看看到底赚了多少。我去跟浩哥汇报。2.5亿，浩哥，我们赚了2.5亿，收益率达到了惊人的500%。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儿。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都是您指挥的好。谢谢经理带我们飞。您要是有吩咐，我梁海源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按照公司的规矩，经理能拿30%作为奖金，如果业绩冲到第一，还有额外的大红包。盈利率500%，这是人能搞出来的数据？履历无，专科毕业，简历一片空白。黄总，您这是什么神仙眼光？居然能把他从人堆里发掘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苏浩的来历了。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俩是打游戏认识的，我这英明神武的形象还要不要了？缘妙不可言。行了，别说这个了。橄榄国那烂摊子事儿有啥进展没？别提了，眼瞅着还款的日子就要到了，那帮外国佬还没有凑够钱，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的。不会真要走到赖账那一步吧？各方还在努力周旋，应该不会。那就好。国内金融已经风声鹤唳了，要是橄榄国再来个主权债务违约，大家都要玩完。黄总，让苏浩只当个经理，太屈才了吧？我也这么想，但上面已经没空缺了，所以我想给他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就叫特级战略投资部。我打算将公司的所有交易权限，无论是外汇还是大宗商品，全都交给他，操盘金额最低1个亿。来，兄弟姐妹们，为了我们交易七部辉煌的未来，干杯！等等，光这么干巴巴的干杯多没意思，让我来说段祝酒词。咱们英明神武、帅气多金、能力超凡、魅力四射的苏经理啊，您的格局如浩海晴天，让我们行了，差不多得了，能做您的属下，我祖上积德，三生有幸。来，为了我们伟大的苏经理，干杯！对了，我之前听其他部门的人聊天，好像全都在聊橄榄国那烂摊子。放心吧，闹得再凶，最后也不至于走到真的赖账、主权违约的那一步。我也觉得，毕竟那影响太大了，整个盟园区都跟着倒霉，甚至会引发局部战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不说这些了，聊点开心的。咱们这次的奖金肯定都少不了，都想想拿到这笔巨款准备干点啥？橄榄国政府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约16亿债务，目前为止还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架势。可离公司发放奖金的日子还早着呢，怕啥？反正经理都说了，咱们的资金暂时不动了。那个，咱们明天进场玩一把刺激的，怎么样？用那2.5亿人民币？那可是2.5亿真金白银，不是欢乐豆啊！拿去全部做短线。咱们经理的心脏是钛合金做的吧？都来了，先去开个会。无论是 A 股还是小盘股，我们的2.5个亿要是直接怼进去，股价原地起飞，绝对会被交易所重点监控。要是再捅到证监会那里，涉嫌操纵股价的罪名绝对是跑不了的。如果把资金拆开搞分散买入呢？理论可行，但资金是从咱们7部同一个账户体系流出的，照样会被重点关注。关于橄榄国债务危机的最新分析出来了吗？海外各大投行、评级机构普遍认为，橄榄国政府避免违约的可能性高达97%。经理，您不信这97%，
您认为橄榄国这次死定了，一定会违约？等等，我在思考，欧洲金融市场一旦因为橄榄国崩溃，金融板块肯定要挨毒打。全球经济衰退的恐慌情绪一旦传播出，老百姓消费意愿下降，零售、制造等股票也难逃一劫。机遇与风险并存。经理，您怎么了？橄榄国债务违约，他真的要来了。我看，那3%的可能性，才是唯一的真相。您真的认为橄榄国会爆雷？这……国内市场上次割的差不多了，外汇市场应该能轻松吃下2亿5千万的单子吧？公司里有专门的外汇交易部门，这种跨部门的事儿必须拿到交易部老大或者更高领导的批准才行。不过流程极其麻烦，看来我得去找总监好好聊聊了。股市大跌，公司鸡飞狗跳，唉，糟心，发际线都往后退了3公分。总监，苏浩经理来了，快请，不让他进来。奇怪，我明明级别比他高，怎么这么紧张呢？这么早打扰你，实在抱歉。不打扰，不打扰。苏经理肯来，我随时有空。有什么事儿你说。是这样，我打算把那2亿5千万全部动用起来。什么？全部梭哈？我打算把主战场转移到外汇市场，在蒙元那边搞点动作，这需要您的批准。蒙元，橄榄国那事儿，我准备在那边做空蒙元。你小子，该不会是觉得橄榄国要破产了吧？拿这2亿5千万搞短线吧？对。这他妈就是个彻头彻尾疯子！那2亿5千万当欢乐豆使呢？要是别人，我肯定会直接让他滚出去。但眼前这人是苏浩，难道他真的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外汇交易账户开起来需要时间，我会尽快给你打通渠道。算了，随这小子折腾吧，特事特办，2天之内给他搞定。对了，把核心高管都给我喊过来，我有事要宣布。是。苏浩这小子就像一辆马力全开的跑车，一门心思往前冲。作为他坚实的后盾，我必须给他扫清一切障碍，让他专心搞事情。看来是时候组建一支配置最高、权限最大、专门为苏浩服务的皇家御用亲卫队了。交代你们买的那些仓位，全都买了吗？经理您放心，已经完全按照您的指示，化整为零，分批潜入，尽量没惊动市场。随时待命，等信号吧。橄榄国跟咱们好像有5小时的时差，现在还是凌晨，连鸡都没叫呢。搞什么鬼？这个鬼时间点怎么会有信号？橄榄国那帮哥们儿不是应该还在梦里化身圣斗士守护雅典娜吗？国家级的违约，公开赖账，橄榄国这帮疯子真就这么爆了？真的被经理说中了，这已经不是预测了，这简直就是神谕啊！各位，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准备收割了。慧莲姐，把你手里的股票全部抛了。哦，是。海源，立即清仓。是。海源，苏经理，我正在抛，别抛了，反手买回来。啊，是，买入。海源，抛出去，再买回来。我操，这氛围太他妈熟悉了，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带着兄弟打游戏副本的激情岁月。炒股竟然被我玩成了游戏，真是奇特。终于结束了，太他妈紧张了，我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好像身体被掏空。咱们今天到底赚了多少？有5%吗？5%，格局小了。我们今天的总收益率是35%。多少？就这几个小时，赚了35%？我操，这不科学啊！印钞机也没这么快啊！巴菲特来了也得贵吧？
苏经理，难道真有超能力？我听说外汇市场是24小时交易，对吧？是呀。经理他刚才那个样子，好像很兴奋，很期待。等等，经理的意思是，我们以后岂不是要被按在椅子上24小时连轴转？痛快，真是痛快！这种极限微操作真是太爽了。这不好吃老黄一顿补补身体？处长，交易所那边刚发来一个协查请求，怀疑他们捞偏门割韭菜。这次是哪家公司？方焕投资。上次在金融危机大赚特赚的方焕投资，这才太平几天又出来兴风作浪了。2.5亿，虽然做了拆分，但分摊到每个标上的量还是不少。这手法玩得挺溜啊！他们买入的数量刚好卡在一个微妙的临界点上，难怪交易所那边会紧张发来消息。你说他违规，又没触发强制干预的红线，但说他没问题，这么大资金量，动静又实在太大了。在监管红线疯狂试探，真特娘的是个人才！这控盘水平，这节奏感，老子在这行混了几十年，都没他这么骚。不好了，橄榄国违约了！股市大跌的阴影还没消散，后脚又跟了个主权国家违约，我操，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市场一片哀嚎，不对，市场上蹿下跳，方焕投资居然在稳定盈利。方焕投资持有多头仓位，而下跌股票持有的必然是融券的空头仓位，这与他们早早建的仓位完全吻合。方焕投资更早之前就知道橄榄国今天一定暴雷，这怎么可能啊？这消息简直比华夏的情报部门还牛逼。每一次买卖点的选择都精准的卡在波动的定点或谷底，这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查，给我查！这支团队的头头到底是谁？这事儿已经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我得亲自去找局长。哦，是小芳啊，什么事儿这么火急火燎的？什么玩意儿？短短几个小时，盈利35%，这可是9000万啊！你确定数据没搞错？这份数据我们反复核对了好几遍，绝对准确无误，而且他们有意避开了影响股价的嫌疑，非常规矩，挑不出半点毛病。这根本不是人能搞出来的收益率，说出去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实在要加个罪名，那就是太牛逼了，牛逼的让我眼红了。他们仅用2.5亿，就已经把整个交易所系统搅得鸡飞狗跳。要是下次揣个1000亿资金入场，给我盯紧了！这帮家伙绝对不是省油的灯，这背后绝对有鬼。可是局长，万一，我只是说万一，这一切真的只是纯粹的实力呢？那用不了几年，全球首富将史无前例的出现我们华夏人的名字。我这是在胡说八道什么呢？去吧，盯紧他们，随时报告。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被股神附体了？黄哥，瞧你这话说的，单纯的运气好而已。净给我扯犊子！你糊弄3岁小孩呢？说实话，我现在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初拉你进公司是想帮你一把，结果倒反天罡，你小子倒帮起我来了。
哎呦喂，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从狗窝里拉出来，我指不定还在那个血汗厂里上班呢。不，苏浩，我是说真的，我黄逢文别的本事不咋地，但这识人的眼光还真特娘的不错。黄哥，您再说这些肉麻的话，我这鸡皮疙瘩都要掉到烧烤盘里给您加餐了。我敬您一杯。好小子，你敬的酒我必须喝。哎呦，你看我记性，差点把正事忘了。今天叫你出来，还有件正经事儿要跟你商量。我准备在公司成立一个新部门，等部门挂牌之后，你就是这个部门的总经理。黄哥，你没开玩笑吧？这晋升速度，火箭蹿的都没这么快吧？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放心，你那逆天的收益率，董事会那帮老家伙无人反对。而且，新成立的部门性质跟公司其他部门完全不一样。只要是市场存在的投资品种，无限参与，所有交易账户全部打通，可以不受限制的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投资交易。而能够驾驭这超级投资部门的，只有你，苏浩。公司要成立特级战略投资部，这挤破头也得去报名啊！万一撞大运了呢？乖乖，申请列表堆得比山高，除了个团队老大那个级别的，底下的人全报名了吧？简历一个比一个华丽，什么长春无毕业、华尔街海归都来了，随便拎一个出去，都是横扫一片的存在。但是，这么多牛逼的人物，居然没一个能入我眼。这简历平平无奇，就他了，先标记一下。经理今天能看完吗？估计选这么多应聘的人，还得深思熟虑，没个3-5天恐怕下不来。梁海源，经理您吩咐。这些是我选出来的人员名单，你整理一下，发给人事部那边，我出去透透气。这就搞定了，就这样跟点外卖似的搞定了。这人我认识，之前在我们部门是出了名的老黄牛，就是业绩垫底，脑子不太灵光。这人我也认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经理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我明白了。你们明白什么了？因为他们身上没有自我。经理的一举一动都饱含深意。凑了一群连精英都算不上的废柴，苏浩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正好20个，这数字莫非有什么玄机不成？黄董，您打算给苏总监的部门拨多少资金啊？50亿。50亿？我以前跟你们开会不总念叨吗？我做梦都想着把方焕投资打造成像国际金融那样的巨头存在，为华夏争光。可惜呀，那些老牌国际金融巨头早就把坑占满了，谁会把钱交给一个下国基金去打理？外界提起方焕投资，都是上线被卡死了，掀不起什么大浪。提起夏国，就是国际化程度低，只是大而不是强。不说这些了，我这几天要去中东谈个生意，家里就交给你了，务必给我把苏浩伺候好。明白，保证完成任务。哎，等等，黄董，这不马上发工资了吗？苏总监这次的工资提成怕是个天文数字，账上怕是不太够。我靠，把这茬忘了。该怎么安排这20人呢？2班倒。苏总，我给你端了点心过来。谢谢慧玲姐。
对了，苏经理，今天可是发薪日，奖金发下来，您打算干点啥？您的奖金，我估摸着绝对能闪瞎咱们的钛合金狗眼。给不成器的老妹，还有操劳辈子的老妈买辆好车，再换套大点的房子。哎呦，我想充多少充多少。看您的表情，一定是在计划非常了不得的大事吧？算是吧。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哇，发钱了！我操！人都到齐了吧？苏总，好像还有10个人没到，他们晚上才来上班。好了，时间紧，任务重，那些虚头巴脑的欢迎仪式就不说了。哦，对了，从今天起，我们部门将要操作的资金总额是50亿。好了，立即行动。是。李慧林，卖出平仓。是，苏总。大家好，都来了，快请进，找到自己的位置，赶紧交班，进入战斗状态。你们可以下班了，明天继续战斗。苏总他不休息的吗？海源哥，海源哥，咱们部门昨天那收益率足足飙了5个点啊！50亿的大盘子，怎么能干出5个点来？这么说来，咱们的苏总怕是有点小失望喽。失望？您这话从何说起？苏总早上好。苏总到底怎么了？一天5个点，换我走路都得飘起来。你们还是不够了解苏总。想当初苏总刚入职，没过多久就飙升到总监，个人收益率直接飙升到几百个点。几百个点，这得赚了多少钱啊？所以说啊，区5%的收益，他老人家看得上才怪。过来，给你们说个事儿。咱们苏总的丰功伟绩，那真是3天3夜都说不完，都能单开一本《苏总英雄传》了。我跟你们说，果然，昨天叫麻辣小龙虾外卖就是个天大的错误，肚子好痛啊！苏总，会议室那边都准备好了。好，我马上过去。苏总，根据最新情报，官方通过限制做空等手段强行维稳市场，反而让大盘风雨飘摇。全球股市进入了冰河时代，资金疯狂地往避险资产里钻，比如瑞郎。瑞币似乎号称金融界最值得信赖的避风港。没错，历次金融危机，瑞币都稳如老狗。瑞雪国央行颁布限价令，欧元对瑞币的汇率不能跌破1.2。奇了怪了，为什么是瑞饼？难道是让我买入瑞饼这种乌龟资产，然后趴着不动当忍者神龟？不对劲，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所有人立刻马上抛掉手里所有的动嘴，全仓买入瑞币，所有的资金1分不剩的全给老子砸进去！是。对于我的命令，没有一丝迟疑，甚至连半个不字都没有。这简直是独属于我的团队。黄总，真是不可思议，那小子折腾到凌晨4点，刚开张就干了5个点出来。
什么？那小子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黄董，苏总监真是神了！现在外汇市场那鬼样子，他居然还能从石头缝里榨出油来。我问你，苏浩一直干到凌晨4点，不眠不休。是的，黄董。这臭小子，身为领袖也太不注重身体了。看来，在我出差之前，有必要敲打敲打他。他现在不会还在玩命干吧？他刚刚突然下令，把50个亿全部砸进了瑞币。苏浩的投资风格充满野性，比赌徒还要疯狂。这一头金融凶兽，竟然全仓砸进了瑞币，这里面有古怪啊！我觉得纳闷，特意去查了一下，结论是风平浪静。董事长，您不是要找苏总吗？要不……不必。就算他把50亿拿去投了荒地，我们也只能看着，绝不置喙一句。好了，我明天一大早去石油国出差，今天打算提前下班，好好回去睡一觉。就这样吧。董事长，您找我。你小子，你手下那帮小兔崽子知道轮班休息，你自己却从头扛到尾，把自己当铁打的了还是怎么的？可我不是给公司赚了5个点的利润吗？是那5个点重要，还是你小子的命重要？你小子要是把自己垮了，那特级部门谁来接班？从今往后再敢这么折腾自己，那外汇账户我直接封了。我这会儿长大哥是真当不成黑心资本家了。知道了，董事长。都说了，叫我哥就行。这哪行啊？工作时候要称职务。你这臭小子！行了，别贫了，我送你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对了，黄哥，您去石油国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妥了，我跟你说啊，石油国那地方遍地流油，不差钱。而且石油国那边马上就要开放他们的证券市场了，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我操，这是……黄哥，你能不能别去石油国了？董事长，时间差不多了。怎么了？工会的大伙都等着你一起打西莫普呢。打副本，这理由能站住脚，母猪都能上树表演托马斯全旋了，他到底抽哪门子风？非拉着我不让走？总不能因为一款游戏就把公司的未来布局取消掉吧？老刘啊，雅迈德那地方治安靠谱不？哎呦喂，黄董您放心，雅迈德可是石油国首都，绝对是固若金汤。看来我是自己吓自己了。苏浩那小子估计是工作压力太大了，等回来再好好陪陪他。黄哥应该顺利抵达了吧？可是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烦死了！早知道就抱着黄哥的大腿不撒手了。进来。苏总，石油国首都雅米德遭遇炸弹袭击，伤亡惨重。苏总，这下外汇市场要炸锅了，绝对要大跳水。黄哥就在那里。我先打个电话。早知道就该拼死拦住他的。黄哥，喂，阿浩啊！哎呦喂，吓我一跳，想震龙你哥是吧？黄哥，您没事吧？我看见雅迈德遭受到袭击，吓死我了。其实吧，我压根没去石油国。本来快到机场了，结果想起你小子那颠三倒四的话，我果断取消了所有行程。
不是吧？您还真是因为我那几句话才取消的行程？哈哈哈，你小子可是我的头号财神，你金口玉言，我不听你的，半道上遭横祸，那多不划算。不过阿浩啊，你老实交代，你该不会知道炸弹袭击这件事吧？黄哥，我哪有这通天的本事？也是，行吧，你哥没事活蹦乱跳呢。对了，赶紧召唤工会那群兔崽子们，老子要通宵刷副本。幸好只是虚惊一场，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石油国巨变，市场风云变幻，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我靠！吓老子一跳！你们这帮家伙是组团来吓唬我的吗？黄总，您真是神了，老天保佑啊！要不是您取消行程，我们全完了。是。老天保佑，或许真是老天爷特意派苏浩那小子救我一命吧。不过话说回来，您今天早上为何突然取消行程？这事儿绝对不能说，万一被有心人拿去做文章，歪曲苏浩跟爆炸有沾，那乐子就大了。没啥，就是做了个噩梦，觉得不是好兆头。你们也知道，我第六感挺准的。行了，都别杵在这儿了，这么大的新闻，股市肯定要地震，都赶紧滚回去干活。等等，老刘你留下。老刘，你说我们按原计划去了，有没有可能被卷进爆炸里？岂止是可能，根本是板上钉钉。我们约见的会面地点，就是在今天被炸的那栋大楼啊！哎，老刘，以后对苏浩好点儿，别问我为什么，把他当亲爹供着，听见没？是，黄总，我记住了。先是帮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又救了老子一命，这份情一辈子都还不清了。避险资产这价格简直跟坐火箭似的，蹭蹭往上涨啊！可不是嘛，平时雷打不动的国债也开始骚动起来了。嘿，瑞币还是跟以前一样，比心电图还稳。那可不，第一避险货币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只是苏总为何会买这玩意儿？苏总的智慧，岂是你们能揣测的？整个公司能看懂他操作的，只有他自己了。但是有一点，我比谁都清楚。是什么？咱们苏总开车从不刹车。你们这些新人发现没有？咱们苏总从没搞过风险控制。平时苏总怎么说我们怎么干，手点的跟机关枪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这样。可是不搞风险控制，万一翻车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只要能赚，就是最大的风险控制。原来如此。价格异动提醒响了，瑞币有了异动的信号。瑞币不是有限价令吗？现在这价格，我操！疯狗似的往上窜啊！出大事了！瑞雪国央行刚刚宣布废除对瑞币的限制了，涨疯了，已经5%、7%，我靠，10%！我说什么来着？不要去揣测苏经理，他已经不是凡人了。石油国内生爆炸，为了避险，导致涌向瑞币的资金太多，就算把国库掏空，也堵不住这个窟窿。所以，瑞雪国直接投降了。那些死抱着限价令的对冲基金，怕是底裤都要赔光。何止是他们，瑞雪国本土的出口企业，还有进口瑞雪国货物的倒霉蛋，也跟着原地爆炸了。已经20%了，还在涨。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苏总了。苏总，
您老人家早就知道手表国那帮孙子根本撑不了多久，简直神了！这份洞察力，这眼光，跟着苏总学到老，活到老。是啊，手下太会脑补，也是一种小小的惆怅呢。苏总涨了20%，我们啥时候收啊？继续持有。苏浩有动静了吗？报告黄董，还在继续持有。我靠，已经涨了30%多了，还他妈不卖，疯了吧？涨到30%也就到头了吧？难道还能再高？苏浩那头熊兽心脏比铁还硬，再往上回落的风险可就太大了。我说老林，刚才涨到25%的时候，是谁说到顶了？再涨就吃键盘的。判断失误，但是这一次我敢打包票，要是再涨，我就把桌上的文件吃了。黄董又涨了，突破30%了！我靠，到底要涨到哪儿才是个头啊？苏浩他卖了没有？还没有。这都不卖，他真想把天给捅个窟窿啊！就算是华尔街的顶级操盘手，在30%的利益面前，也该出手了吧？突破40%了，卖了，苏总清仓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蓝国短剧都不敢这么拍。短剧？短剧算个屁！开挂玩游戏都没这么离谱的。我要是跟苏浩一个部门，我估计活不过3个月。苏总现在手里的资金已经超过70亿了，可不是嘛？这赚钱速度比抢还快。哎，像他这样搞下去，我们公司岂不是有望冲击1万亿？这款 SUV 后备箱空间贼大，无论是露营还是长途旅行都是妥妥的。老爹生日快到了，寻思着给他买辆座驾，尽尽孝心，可两眼一抓瞎。安全性怎么样？我们领瑶的安全性绝对是业内顶尖。我可以进去试试吗？当然可以。不愧是进口豪车，的确不错，改天带老爹来试试。先生满意吗？我们领瑶可是被评为年度最佳环保车型，尤其在尾气排放方面，相比上一代车型足足降低20%。怎么这个时候跳出倒计时？难道说……你刚才说什么？领瑶被评为年度最佳环保车型，尾气排放方面比上一代车型降低20%。多谢介绍，我下次再来看。领瑶上市了没？哪里可以做他的股票？咦，国内居然没领瑶的股票，看来只能去交易所溜达一圈了。只是领瑶看着也没啥不对劲的地方啊。销量巨高，新车测试成绩优异，发展前景也是一片坦途。苏总，这是领瑶集团的深度调查报告，以及我们拟定的方案。可倒计时又消失了，难道是没有明确标出是做多还是做空？干翻金公国！海源哥，快透露透露，苏总又瞄上哪个目标了？领瑶汽车集团。果然是他！最近领瑶汽车风头正盛，苏总这次肯定做多，稳了。苏总打算做空啊？这可是要跟爱峰一争高下的超级巨头啊！眼下如日中天，现在去做空它，难道苏总认为它涨太高了？短期内会有技术性回调。苏总似乎不在乎那点蝇头小利。
对抽基金、鹰酱托存凭证，还有些衍饰品。没错，这些渠道都是间接投资，我们并不直接在交易所开仓。什么意思？我们直接在交易所开仓，灵瑶真的崩盘，精工国会怎么想？内幕交易？对，他们绝对会调查，但通过这些七拐八绕的渠道做空，他们根本抓不住我们的把柄。就算是做梦也想不到，真正的主导者在万里之外的华夏。以前都是外国佬跑到咱们 A 股兴风作浪，割咱们韭菜，现在终于可以狠狠的薅他们一把羊毛了！苏总，您要的英镑存托证券和对冲基金名单已经备好。这些都是能与精工国股市扯上关系的吧？没错，都是专挑的那些作风最彪悍、下手最黑的空头基金。找我勾住的买，金额就按旁边的数字来。是，苏总。港城的基金名单也弄好了。国内的信中券商在港城的资管公司也鼓捣出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基金产品，他们主攻欧洲股市，正巧咱们要聚集的重大也在他们的主攻板块。不过他们路子太野，没火多久就淹了。那咋咱就给他们加柴，让这团火重新旺起来？他们也不是缩手缩脚的主，关键时刻说不定真能狠狠捅李瑶一刀。按照我圈的金额给他们打钱。明白。我已经越来越好奇，这李瑶憋着什么大雷了？就算有大宗经纪商牵桥搭线，几十亿的杠杆，也不是想拿就能拿的。苏浩一门心思跟他们勾勾搭搭，到底图个啥？通过他们跟对冲基金勾搭上了，还在用他们的股票借贷服务。我靠！股票借贷服务，就是从那些手握大量股票的机构或者养老基金手里，把他们持有的特定公司股份接过来，反手用这些股票去市场上做空。苏浩是要把手里钱掰碎了到处撒。嘿，他不梭哈了，这还是他吗？他这是开窍了。黄总，你想多了，分散了是没错，但是最终都瞄准了一个目标——领瑶。他到底图啥呢？领瑶股份不是创历史升高吗？这小子是想搭顺风车，又怕动静太大引起精工国金融监管的注意，这才搞这一出。不，黄总，不，你的意思是这些钱全特都是用来做空李瑶的？要是别人，我肯定让他滚。70亿可不是欢乐豆。但这个人是苏浩，他从来没有失误过。既然是他下的判断，对了，老刘，你那新提的座驾不就是领瑶吗？明天就去看新车，这破车不要也罢。不对啊，尾气排放技术咱 iPhone 比他们强不少，怎么？精工国老不是一向不怎么鸟环保，怎么改吃素了？他们测试都通过了，但我感觉这尾气不对劲。你们过来看，测试模式和实际路谱排放数据差远了。领瑶这帮酸子绝对在软件上动了手脚，他们专门搞了一套作弊软件，检测一个样，真上路了又是一个样。我勒个去！爆炸性新闻啊！领瑶被曝软件造假，氮氧化物发放量超出美国环保标准40倍，鹰酱已禁止领瑶汽车在国内销售。我靠！排放门还是40倍，这帮孙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感觉现在不是感慨这些的时候，快！
金公国的股市开盘没有？我来请示苏总。慌什么？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用做，不是吗？苏总什么意思啊？对啊，我们把钱拿给别人做空，现在是全自动挂机的刷钱模式啊！老刘，你那辆破领摇卖了没？正好卡在最高点出手了，现在啊，跌得跟废铁一个价了。各位，现在的情况各位都有数吧？领摇作死，股价崩了30%。精工国那边舆论风向怎么样？据咱们的人打探到消息，早在伪方门爆发前，就有一股神秘力量在疯狂做空领摇，但具体是哪家，他们还摸不清。所以，精工国那边很多人嚷嚷，有人提前拿到内部消息，恶意做空。精工国监管局那边也正在调查。咱们有多大几率被这盆脏水泼到？黄董放心，无限趋近于零。苏总豪掷70亿，却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连根毛都抓不住。没错，金公国金融监管局看来，这只是高风险基金赌博式操作而已，根本想不到背后有无形的大手操纵这一切。这摆明了是要把金公国当成自家后花园，想怎么薅就怎么薅。以前咱们国家的散户总是被外资割，现在终于轮到咱们割洋散户了，扬眉吐气呀！2015，他们在期电市场收割2000亿筹码；2018，血洗瑞恒300亿；2020，溢价狙击新众国际；2021，砸盘雕斩光康资源；2024，炒作 AI 公司，单日绞杀120亿。他们随心所欲拉升砸盘，坑杀无数小散户，然后拍拍屁股卷款走人。现在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被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小子用他们最擅长的手段给洗劫的晕头转向吧。我们必须确保苏浩安然无恙。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不就是给苏浩这种国之栋梁保驾护航吗？都给我盯紧各方面的动静，对苏浩任何的不利，都给我第一时间掐灭在摇篮之中。谁敢动他，先从我们身上踏过去。是，黄总。金公国果然不会看着领瑶这个亲儿子倒的。苏总未卜先知啊！苏总英明。好了，周末给大家放2天假，都早些回去休息吧。苏总万岁！正好趁着有空，陪着家人去看看房子。我要给父母换一套大房子。啥玩意儿？给我配保镖？没错，公司打算成立一个安保小组，为公司高层保驾护航。目前享受这个待遇的就你和我。我算哪门子高管啊？你可是核心的核心，比我们加起来都重要，懂不懂？好了，别推辞了，我要打游戏去了。张师傅，大周末还麻烦您，真不好意思。苏总，您客气了，我们365天随时待命，有需要您随时吩咐。托我儿子的福，我也能坐上这么气派的豪车了。儿子，你真要在这里买这么大的房子啊？爸妈，小区明年就竣工了，到时就是城市最高的住宅楼。我先介绍一下，这小区背后是港城长青集团，背后嘉运酒店品牌代表着极致的奢华与服务。住在这里可以享受5星级酒店服务，也就是说，无论是卫生还是做饭、洗衣，全都有专人负责。
基础款434平，售价5000万，而顶层售价2亿左右。哥，这也太离谱了！你真打算买啊？不止这里，等下个月发工资了，我再购置一套商业楼，交给爸妈打理。有钱人的世界果然不一样，这就是超能力吗？那你可得赶紧适应适应，明年全工，咱们就搬进来住了。我操！等我以后把家庭地址改为长青天喜，我们公司同事知道了，会不会认为我傍上了超级富豪？怎么在这个时候？长晴天喜该不会是豆腐渣工程吧？不对，这种王牌项目不可能偷工减料。如果不是大楼的问题，列事发司看过我们打来多关同样是一件，那就是先生，您怎么了？长青集团最近有什么变动？董事长老爷子宣布退休，将位置让给了长子沈泽抽。至于次子沈泽楷，专注个人版图，另谋发展。长青集团沈泽楷，里面一定有重大问题。苏慧，你陪着爸妈逛逛，我先回公司一趟。这里有几个亿，选中了那套就买。长青集团目前是通过旗下的长河系和长实系2大旗舰公司来运作全球业务的，可他们头顶还压着太上皇。您是说，注册在开曼群岛的长青环球信托？长青集团真正的命脉就在他手里。这家族信托加多层离岸公司，在循环持股的玩法，这帮顶尖富豪脑子怎么长的？弯弯绕绕，比城寨还复杂。我将全力支持兄长沈泽钜，共同将长青集团发扬光大。这么多关于长青集团的新闻，偏偏是那条让我感到不对劲。难道沈泽楷一直在演戏？梁海源，你说沈家哥俩该不会为了争夺家业，暗地里把狗脑子打出来吧？可是沈泽楷说，对董事长的位置没兴趣。那个天天说我对钱没有兴趣的大佬，真的对钱没兴趣？沈泽楷的业绩甩他哥几10条街，换了你，你会怎么想？您是说沈泽楷在演戏？他在图谋整个长青集团？只是沈老董事已经拍板，沈泽楷就算真有想法，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吧？海源，盯紧长青环球信托，把他祖宗18代都给我查个干干净净。是，苏总，我马上去办。你们斗归斗，可别给我房子搞豆腐渣工程啊！泽楷，你要好好帮大哥把公司发扬光大。你大哥想做什么，你就在旁边使劲帮衬，不要有怨言。大哥，大哥，大哥！在他眼里，只有我那个草包大哥。我就算再耀眼，也不会看我一眼。我永远只是大哥的奴才，那就别怪我了。老板，到了。一旦我推开董事会的大门，就没有回头路了。走。苏总，这是长青集团的新资料，他们的实际控制权确实掌握在长青环球信托手里，而且这是没上市的个体户，据说是为了确保对长青商业帝国的绝对控制权，
想要搞到他的股份，极难。关键的关键，还是要找跟环长青、环球信托沾边的股权。锦康控股，这家名为锦宽控股的公司，最近通过场外交易市场售卖手里的一家产业控股公司的股份，不过分红少得可怜，狗都嫌。就他了，找了半天，终于把他给揪出来了。苏总，20亿啊，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这垃圾？是啊，这玩意儿分红几乎没有，短期也不可能上市。紧急插播一条快讯：长青环球信托公司免去沈泽巨先生的职务，任命沈泽凯先生为新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长青环球信托作为长青集团控股母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意味着集团控制权发生转移。我操！长青集团的沈泽巨被篡位了，现实版的玄武门之变，真让苏总说中了。沈泽凯这孙子，从头到尾都在演戏，把他亲爹和亲哥全给干翻了。一觉醒来，老子就不是董事长了。这个逆子，他到底要干嘛？他不知怎么说服长青环球信托的那帮股东，把您和大少爷请出局了。这些股东全都是我的人啊！他可能提前布局了。反了，反了！这帮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小杨，我要亲自出马。您振臂一呼，那些墙头草股份肯定会回归，但全部回归怕是很难。他肯定有后手，在篡位那天肯定也有跟您交锋的心理准备。你是说，那小子手里已经攥够了跟老子叫板的股份？把这畜生持股情况捋清楚了，才能看明白他藏了多少后手。给那些墙头草打电话。不，老子亲自打。苏总，长青那2拨人会出多少钱来买咱们手里的股份？这股份搞不好就是这次王位争夺的王炸，一定能卖不少。一般来说，可以溢价20%，甚至在历史上最高出现过50%的溢价。我去，坐着不动就能净赚10亿，牛逼啊，苏总！你这真是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啊！我都有些等不及了。先等着吧，咱们就当一回姜太公，稳坐钓鱼台，等鱼儿自己上钩。苏浩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些身份显赫的贵客怎么抢着约我见面？我这老脸怎么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了？沈泽凯上演了现代版玄武门之变，把整个长青集团搅得天翻地覆。是啊，这瓜我吃了好几天。长青环球信托是非上市公司，外人根本插不进手，双方现在斗得难解难分。环球信托掺和了不少乱七八糟的公司，其中有一家叫锦坤控股。您猜猜这家公司主攻哪个领域的投资？我又不是算命的，这哪知道？是领瑶汽车。我靠，那岂不是在之前的尾气门丑闻里亏得老都不认识了？对，他们只能割肉求生，抛售资产来回血，其中就包括了他们持有的一家产业控股公司的股份。你是说，则算成长青环球信托的股份，正好5%。平常不算什么，但现在，长青集团父子反目，这5%拥有着一锤定音的恐怖力量。而这至关重要的5%，就在咱们方焕投资手里。你上次花出去的20亿，该不会就是这个吧？难道这一切都是这小子的连环计？先是重创领瑶，
加速其股价崩溃，接着又逼得锦钱控股不得不割肉，最后又趁着长青集团的豪门大戏精准抄底，将这部分股份收入囊中。你打算怎么做？股份的主动权在我手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见面邀约替我推了吧，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溢价30%，倒计时没出现，40%也没感觉，50%、70%、90%，我靠，这都没反应，干！老子今天就玩把大的，500%！我去！董事长，苏总给出最终报价了。奶奶的，再不定下来，老子心脏病都要出来了！说，报价多少？100亿。翻5倍卖出去，这价格那对父子能接盘？除非他们脑袋被门夹了，还是被反复夹的那种。苏浩这小子玩脱了。领主，我说了，永远不要智慧苏浩的决策。苏浩把所有的会面请求都拒绝了，一直晾着他们，吊他们胃口。有意思，我得继续煽风点火，好好考考沈家父子。去给他们传个话，老子愿意见面，但必须是双方最高的决策者亲自来，其他人免谈。你要亲自出马，还是让苏总监去吧？他毕竟这种场面，那小子还嫩了点儿。领导就是给下面遮风挡雨的，这种得罪人的活儿，当然得我这个老板亲自上。黄总，我也不废话，50%这股份我要了。哼，小小的方焕投资，蚂蚁一样，50%已经足以冲昏他们头脑了。黄总，我们这边可以出到60%。你个败家子！黄总，请您尽快做决定，60%卖不卖？溢价100%，我看你方焕投资穷疯了。不是溢价100%，是100亿。100亿！黄总，你是特意来消遣我们的吧？我黄某人从不开这种低级玩笑。100亿，1分钱都不能少。你疯了吧？当你家开印钞厂的？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这里火气太大了，我先走一步，二位好好考虑一下。我操，累死老子了！这两个家伙都不是省油的灯，那股威压让我差点没绷住。为了不辜负苏浩那小子，我可是把毕生的演技都使出来了。我容易吗？我，好在那对父子俩真的要不死不休了。100亿，他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小子，你还想硬撑到什么时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就把公司账户掏空了，游戏已经结束了，小子。那您难道就买得起？当然，但没有必要。我的股权本就占有，何必拿100亿去便宜那姓黄的无赖？乖乖把手里股份交出来，滚回你妈身边去，下半辈子就老老实实待在厂里忏悔吧。真就这么结束了？我不甘心，崔叔，咱们往身上浇一把油，怎么样？少爷，你应该不会是打算借100亿？那不是钱，那是催命符！疯了才这么干，
可我沈泽楷不想就这么认输。如果输了，下场你比我更清楚。沈公子去而复还，莫不是对那100亿的股份有了想法？100亿，我沈泽楷认栽，但我手头上凑不出这么多，但我又非买不可。应该不会是想找我借钱吧？没错，借给我。这小子是个人物，知识体大，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黄总，您不是董事长吗？还需要和谁商量？当老板的也未必能事事说了算啊。我就说哪里不对劲，果然有鬼，一直有幕后黑手在操控这一切。否则，方焕投资这种小机构哪来的这么大手笔？这究竟是哪个王八蛋在后边搞事儿？是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喂，黄哥，什么情况？那小子打算跟咱们借100亿，能行吗？又不是真掏100亿，说白了就是左手倒右手，把股份借他试试，到时候连本带利收回来就是。那一般怎么个章程？就是压东西，然后按月收利息。不过说实话，能一口气拿出100亿，政府非好。抵押什么呢？我刚打听到长青集团在盖长青天息，导致集团内部现金流紧张，沈泽楷才敢趁机发难。黄哥，能接受的抵押物有哪些？那可多了去了，其他公司的股份或者旗下的子公司。那长青天喜呢？你说啥？长青天喜楼盘光是砸进去就300亿，现在那楼的估值少说也得400-500亿，拿它来抵押100亿的股份，沈泽岭能答应？狗急还跳墙，他现在火烧眉毛，说不定就人认了。你小子是真的恨呐！小杨啊，你派人联系黄峰文，那100亿的股份我买了。董事长，您真要买？我们都觉得老二买不起，但就是因为掉以轻心，才被他篡位成功。必须在他干出蠢事之前，把这事儿解决了。把所有资金都调动起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董事长，杨秘书，董事长想要长青天喜，做梦！你们胃口太大了吧？哼，拿捏！幸好沈公子是长青天喜一把手，否则办抵押手续没点内部关系，还真繁琐。签合同吧，我可要提醒你，合同里有对赌协议，要是贵集团还不上钱或者业绩不达标，长青天系就归我们了。当公司重回正轨，这笔钱我连本带利一分不少给你们。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沈董了，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崔叔，马上召开董事会。不好了，不好了！老董事长昏迷了。你说什么？老董事长送到医院，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如果老头子真的倒下了，那岂不是意味着集团的人只能支持我一人？我压上长青天系的楼盘，岂不是成了冤大头？好一个方焕投资！崔叔，我们走。
阿浩，咱们要是再晚一步，煮熟的鸭子就飞了。你这时间卡的绝了！你是不知道，沈泽楷那小子气得破口大骂，摔门就走了。什么？那孙子还敢骂您？嗨，多大点事儿，老板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五脏六腑都被咱们掏空了，让他骂几句也没事儿。玩游戏的时候，每次遇到事儿，都是会长第一个站出来。该担责任的时候，他从来不含糊。万一那群小子的内部又出什么幺蛾子，资金周转不灵，那楼盘岂不是能名正言顺给他笑纳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么大的集团不至于。嗨，也就想想。不过，沈泽楷那小子刚当上董事长，就在海外，尤其是蒙州那边，搞出不小的动静。这次他野心挺大，想打造世界级酒店品牌，尤其是在浪漫国砸了不少钱进去。又要对着长青集团搞事儿了。董事长，这儿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做，这气质简直绝了。这位置来之不易，可得守好了。这是方焕投资的详细资料，我给您摸清楚了。这帮趁火打劫的王八蛋，害我在圈内失去颜面，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牛鬼蛇神！他们的自有资本金翻了足足3倍，利润远不止100亿。您是不知道，股市接连动荡，多少金融巨头都亏得底朝天，偏偏方焕投资大赚特赚。这财报数据怎么看着像 P 的？股市大跌，他们就在疯狂资金。尾气门事件也是这帮孙子把金融市场狠狠淋了一遍。这帮孙子真有这么猛？不对，黄风文那老狐狸不是拍板的，方焕投资背后还有一双神秘的大手。崔叔，咱们在浪漫国的项目，想尽一切办法把日程往前赶，越快越好。可是，那个项目还有不少细节需要完善，现在提前恐怕等不及了，必须打通蒙州的现金流，不然咱们就被方焕投资这只吸血鬼拿捏得死死的。必须把他们的债给还清，然后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浪漫国参与别国内战，引发诸多争议，但目前仍是蒙州旅游收入最高的国家。整个蒙州都在大力发展旅游业，市场普遍看好旅游板块。最近国际局势确实不太平，国防军工板块集体移动，战争，而且是一次大规模战争。浪漫国铁塔城伤亡怎么样了？死伤人数已超1000，浪漫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帮天杀的疯子！铁塔城可是蒙州心脏啊，竟然遭遇了如此惨烈的袭击！酒店呢？明天就要开业了。凶多吉少了，边境一封锁，我们自己人都出不来，这开业铁定黄了。敌人要亡我，强行推进酒店项目，长青集团内部资金链已经捉襟见肘，偏偏在这节骨眼儿，蒙州这条线断了，单凭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支撑集团运转。先从银行贷款顶上，这件事还要我教吗？那样一来，集团的整体负债率
将大幅飙升，放缓投资就可以启动对簿协议的条款了。那会怎么样？长青天喜将会落入方焕投资手中。什么玩意儿？咱们能随时给长青集团下最后通牒了？没错。长青集团那帮蠢货，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开豪华酒店，然后呢，嘿，出事儿了。可那个沈泽楷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变得特别激进，强行提前项目，资金链已经岌岌可危了。到时长青集团的信用评级绝对断崖式下落，到时候嘛。对赌协议中，当时给长青天喜合理的收购价是多少来着？200亿。要是操作得当，真能用200亿把新楼盘吞下来。黄总，您说今天这局面该不会也在苏总算计中吧？崔叔，股权基金那边还没有消息吗？他们真眼睁睁都看着长青楼盘被抢走。只要100亿到位，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是猪吗？这点账都算不明白。继续劝，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董事长，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要是当初不被方焕投资的神秘大手给吓住，或许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不能便宜这个神秘大手，老子就是从楼上跳下去，也不会让这帮混蛋得逞。浪漫国是指望不上了，但是还有金公国、斗牛国，这一切还没完。苏总，金公国、斗牛国也出事了，整个国防军工板块蹭蹭往上涨。苏总，您看，咱们重仓的平华股份直接干到了涨停，太牛了！这下长青集团那帮倒霉蛋哭都没地方哭，进军蒙州市场，把底裤都赔上了。这么说，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那个吵着要脱盟的日以洛帝国了。都别看戏了，把买的军工股票分批出货。平华股份看起来还有后劲，继续持有。其他全部清仓。日以洛因为移民问题鸡飞狗跳，但在这个节骨眼又要支付高额军费，简直火上浇油。我也是日以洛老百姓，估计也得拍桌骂娘，恨不得立即脱盟。苏爷又想玩点啥刺激的？头儿，他点名要一份关于日以洛帝国脱盟的分析报告。日以洛这个盟国带头大哥要脱盟，这不扯犊子吗？这货从18世纪到20世纪，坏事干尽。正因为黑历史太多，所以拼了老命想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会干出脱盟这种自毁长城的蠢事来。要真退出区域经贸合作了，经济得遭受多大损失？国内那些经济学家，难道都是吃干饭的摆设？算不明白这笔账。脱盟绝无可能，我夜观天象，此事大凶，绝无可能。咱们怎么想重要吗？苏总看得起咱们，是他让我们研究部有汤喝，有工资拿。没有他频繁要各种资料，我们现在还是穷光蛋。公司给咱们发工资，就是让我们伺候苏总的。赶紧干活。各位，对日以洛帝国脱盟怎么看？肯定是不会发生的，对吧？我是这么想的，很多时候，人做决定，凭的不是脑子，而是那股子情绪。啊！
现在咱们能动用的资金大概有多少？大概150亿。很好，全方面做空日以洛帝国。我赌他们会情绪上受，失去理智。戴维决定脱盟。戴维这个疯子，快，把所有高层都给老子叫过来！为什么总是发生这种倒霉事？戴维明明是刚赢得大选的保守派。长青集团在日已落，投了血本啊！这可怎么办？难道说……难怪他当时得意洋洋，那个幕后黑手连这一步都算到了。这已经不能用料事如神来形容了。再这样下去，别说赚钱了，恐怕连长青天系也要让给他们了。不行，绝对不行！那是集团最后的希望。无论如何，我都必须保住。我操，这玩意儿居然真的给通过了！日以洛帝国这帮人是疯了吧？咱们之前埋伏的那些仓位，现在怎么样了？整个市场都在大跳水，日以洛货币蹭蹭往下掉，我们的利润蹭蹭往上涨。苏总，现在是不是可以先收割一部分，平掉一部分，然后做短线反弹？是啊，我们的利润一下子就到30%了。继续持有。哥，你回来啦！哥今天辛苦了，快尝尝我特意给你带的好吃的。我去，你这丫头吃错药了，这么殷勤，我有点害怕啊。我先去洗个澡。哎呀，别走嘛！这些点心可都是顶级的米其林大厨推出的限量款。说吧，到底什么事儿？哥，我听说长青天玺马上就要归你们公司了，真的假的？你该不会就是因为好奇这个，才特意跑回来吧？我不是在护城 J 酒店上班吗？我们江锦集团跟长青集团是死对头，都快打出狗脑子了。本来长青酒店要彻底坐稳护城龙头了，但是突然传出楼盘要易主的风声，我和同事都好奇死了。长青集团拼了老命也要保住长青天系，事情没那么容易。那太可惜了，这酒店在护城第一的位置怕是保不住了，我们以后日子也难过了。我们的新家是竞争对手的旗舰店，这叫什么事儿啊？要是长青天玺是我们 J 酒店的，那该多好。方焕投资，护城 J 酒店，一个手握长青楼盘的债券，一个是长青酒店的死对头。快，喝点牛奶！我去，还真能想，这两货一起对付长青集团，那画面不敢太美。我就知道长青集团不会善罢甘休，这反扑的劲儿比预想的还猛。已经有上面的人递了消息过来，让我们见好就收，别太出格。黄哥消消气，咱们这边有啥能说得上话的？嘿，你小子，我们和长青集团的体量差了10万8千里，路子再野也不可能比得过呀。不过，长青集团现在一屁股债，日子也难过。那万一我们真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真的要花200亿把楼盘买下来，就算扣掉他们欠的100亿，可还得实打实再掏100亿，更别提那楼盘本身还背着银行70亿贷款。真要落到我们手里，怎么盘还也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也是进退两难。黄哥，我倒有个建议，你说要不要跟江锦集团接触接触？
江锦，嘿，我怎么就没想到？苏慧，待会儿秦总在会议室有什么需求，你第一时间出来跟我们对接。还有 PPT 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经理，都准备好了。一定要拿出你最好的服务态度，好好服务方焕投资的人。是。居然是方焕投资，那不是老哥的公司吗？都打起精神，人马上就到了。哥，老哥他怎么在这里？还走在最前面。